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习近平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外交上他最想要的川普秋天访中已经落空，精心铺排的大秀被一拖到明年。中共四中全会前，想要靠这张牌挽尊，彻底破局。北京通稿里只字不敢提，只剩 TikTok 硬撑场面，反而更显尴尬。可比外交更要命的是他自己。传出身体重病，甚至疑似胰腺癌，才会出现一幕幕不可思议的画面。这个号称无神论的党魁，几乎每个月跑寺庙，白马寺、红觉寺、哲蚌寺，还带着老母齐心在雍和宫痛哭祈福。僧侣甚至当着他的面打出除恶破邪的手印，画面震撼。而天空也在这个9月接连变脸，雪月、日食、吹角节三重叠加。3位不同背景的预言者竟然指向同一时间，2025年9月是揭露与清算的分界点。外交破功，身体垂危，四中全会暗潮汹涌，再叠加天象预兆，习近平还能撑多久？他会硬撑到毛泽东式终老，还是跌进刘少奇、林彪式的清算？这一局或许正在逼近终章。我们先来聊聊中共党魁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19号通话后，中共刻意回避的事。习近平邀川访华谋划挫败，川普推迟访中，中共措施挽尊外交战。这通电话后，川普亲自透露，他不会在今年访问中国，而是延后到明年初再说。这下北京尴尬了。原来今年7月中美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谈判时，中方就热情邀请川普秋天访中。设想是，川普最好在10月访中，赶在四中全会之前。这不仅会被看作是习近平的一次外交秀，借以抬高身价，增加在四中全会上的讨价还价。为此，中方安排了一系列外交动作。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前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都先后和美方高层接触。如今，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借参加联大会议，试图做最后一搏，但现实是，川普直接回绝了。他说，今年不会访中，得等到明年初。中方一手安排好的局，等于前功尽弃。不过，如果仔细想来，川普的安排其实也很有意思。川普10月底将赴韩国参加 APEC 峰会，在那里和习近平做场边会面，之后可能明年初访中。他竟然愿意在3-4个月内飞亚洲2次，这也从侧面说明，川普更愿意把访中单独拎出来谈。川普为什么要拖到明年呢？观察来看，有几个可能的原因。首先，今年10月中共将召开四中全会，外界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可能宣布一些重要的人事调整和经济决策，特别是习近平的去向一直是被盯紧的敏感政治动态。川普不傻，他恐怕是想等中共高层洗牌落定后再访中，等风头过了，阵型明了，再出牌更有利。其次，美洲下一轮贸易谈判将在11月10号，结果没出炉，他不愿意在谈判还在僵局中就急着访中，而更希望万事俱备的时机，做成果叠加的旅行。有意思的是，北京对川普拒绝金秋访中三缄其口，官方通报上只提 TikTok， 不提川普延迟访中。这种做法引发了不少猜测。中方显然不愿意公开承认川普拒绝了北京今年访中的邀请，因为这确实有点尴尬。再说个细节，9月初北京刚办完一场阅兵式，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3人并肩站在天安门上，这种画面引发了西方舆论的强烈反弹，甚至被称为独裁者联盟亮相。川普如果在这种氛围下访问北京，那就像是在给独裁者背书。因此，有分析认为，川普或许也是在刻意避开政治敏感期。明年是川普2.0执政期的第2年，通常总统任期中访中的机会可能就一次。上一次川习高峰会是在2019年川普第1任期的时候，这意味着明年初将是一个关键节点。如果美中能在会面上达成一份根本性的经贸协议，
那将可能影响接下来几十年的世界格局。不过问题是，川普虽然有一套对中政策，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对中战略。例如，在稀土问题上，以及在 TikTok 问题上，中方既没有完全放弃稀土牌，也没有放弃对 TikTok 演算法的控制。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川普政府没有一个完整、清晰、长期的对中战略，就算真的放中，恐怕也谈不出什么实质成果。特别是在关键议题上，像 AI 晶圆出口管制问题，中国企业现在拒买美国高端晶圆，但中国的 AI 发展又离不开他们。这样的矛盾本来正是谈判的好突破口。所以防不防中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准备好下这盘大棋。川普把访中推迟到明年，实质是一种策略，美国要把握最佳时机。美国前驻华大使伯恩斯原本是一位主张接触北京的资深外交官，曾坚信美中可以合作共赢。可如今的他说：“我带着鹰派立场去了中国，回美国之后，比去之前更鹰派。”伯恩斯2022年出任驻华大使，随后2年时间里，他在中国的亲身经历让他看到北京在南海冲撞菲律宾船只，威胁台湾，在中印边境挑衅，对美国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他也目睹了被中共拘留的美国人处于不人道、恐怖的环境，宗教自由被压制，也感受到中共官员对他施加的隐性压力。他回美后说出震撼的话：“我静观了北京威权政府的真实面目，他几乎在每一个方面都在试图削弱美国。”伯恩斯认为，美中之间是一场争夺军事、科技、经济主导权的长期竞争。他忠告川普政府，首先要有清晰且坚实的战略，否则竞争迟早会走向冲突。不能只是硬碰硬，更要有战略智慧。其次，最用力讲的是盟友，他们是美国最大的超级力量。中共虽有14个邻国，但除了朝鲜，没有一个真正盟友。而美国在印太、欧洲都拥有由强大民主国家组成的盟友网络。第三是伯恩斯提出，美中关系不是全面对抗，也不是幻想合作，应该是80%竞争，20%合作，在技术、军事、网络等方面竞争到底，在气候、打击芬太尼等议题上可以合作。策略要冷静、精准，不被情绪牵着走。他的第4点忠告令人深思，他强调，美国不能把反共变成反华，要和中共政府强硬竞争，但同时要保持和中国人民的沟通，鼓励学生交流，恢复旅游业，增加文化教育合作。这种民间联结可以防止国家竞争最终走向不可挽回的冲突。幻想结束才是战略开始。伯恩斯这位曾经相信中美合作的老派外交官，如今站出来发出警告，提醒川普政府，对中共的一厢情愿已经结束，继续幻想是美国的最大风险。2025年9月，前所未有的天象连环重锤正在上演。9月7号，血月如炬；21号，日食遮天；22至24号，犹太历新年吹角节，神圣警醒的号角吹响，3重天象接连出现在短短不到3周内。与此同时，3位来自不同体系的预言者竟同时指向2025年9月下旬，上帝要揭露一切。圣经学者波尼、占星学家帕特里、美国先知布兰登都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出相同警告：黑暗将被揭露，世界将迎来不可逆的转折。圣经学者波尼认为，人类正被一个看不见的巴比伦体系所控制，包括金融、媒体、教育、政府、娱乐、宗教、家庭7大领域。这个体系像现代版的巴比伦塔，控制人心，扭曲价值观。但2025年9月下旬将发生上帝的911日，这不是末日，而是审判，也是分界点。真正的财富是人心的选择，是迎向光明，还是继续投向黑暗？美国先知布兰登的预言更加具体，直接触及地缘政治和教会体制。他提出，政治、地壳、金融、教会、属灵世界5个层面将同时动荡，相互触发，引发全球性巨变。
他甚至点名朝鲜将迎来属灵觉醒，铁幕将崩塌，亚洲也将被卷入这场浪潮。他称那将是不可回头的分水岭。来自占星界的帕特里看到了更宏观的天象密码。他指出，幻象将被撕破，业力清算将启动。土星与海王星的长期合相意味着虚假的繁荣将被击穿，血月和日食会成为情绪引爆点，世界或将出现短暂股市繁荣，但那不过是幻觉的高潮，之后将迎来清算。2026年将开启黄金时代，但前提是人类必须穿越这场揭露与净化的风暴。为什么不同背景、不同信仰的人会同时在同一时间点感知相同的人类危机？或许正是通过他们，神在警示人。2025年9月，或许正是历史给中国社会的一个选择窗口：是继续走向控制、封锁、幻象，还是勇敢迎接真相、自由、觉醒？无论你信不信三位预言者的话，有一点很明确，这个世界已经站在一个临界点上。从外部战争到内部腐败，从金融危机到精神空虚，人类正站在巨大崩塌与重建的交叉口。而预言或许是另一种语言，在提醒我们：如果制度无法自我修复，如果人心无法自我清洗，那改变只能来自更高的介入。说完了世界上的预言，回过头来再说说习近平。2025年来，习近平几乎每月一拜。问题是，一个无神论政党的领导人频繁求神拜佛，是政治仪式、心理慰藉，还是一种续命手段？从5月到8月，习近平几乎每个月都现身佛教寺庙。5月白马寺、龙门石窟，6月青海红觉寺，7月山西药林寺、清凉寺，8月西藏哲蚌寺。而习的西藏哲蚌寺之行格外诡异。习并非以最高领导人身份前往，而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团长却是王沪宁，极为反常。为什么去西藏哲蚌寺？因为2021年中共20大前，他也曾拜访这里求保佑。3、4年过去，习一来病重缠身，二来权力受限，他再次回到哲蚌寺，再祈求保佑。就在几个月前，有画面显示，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带着儿子习远平和女儿齐乔乔一同前往北京雍和宫祈福。在弥勒佛前，齐心一边跪拜，一边哽咽着说：“保佑大哥，他不该得这种疼起来要命的病，器官也不能换。”这话被外界认为暗示习近平可能患有胰腺癌，且病情严重，无法手术。其实，习近平与佛教的交集早在他仕途初期就已显现。1983年，在河北正定拨款重建灵寿寺，与高僧明法师结下缘分。在福建宁德，他频繁访问觉醒寺。在浙江，更是与杭州径山寺老方丈深交，对方甚至预言他有帝王之相。径山寺后来得到巨额投资，成为习近平家族的护身符。甚至长达13年闭门不对外，这一切显示出他对宗教的复杂情感，既依赖又控制，既利用又惧怕。习的西藏之行还有一个被捕捉到的惊人画面：习近平在与僧侣会面时，一位喇嘛在他背后打出藏传佛教除恶破邪的7颗印手势，被许多宗教观察者解读为：你来寻求护佑，我却认为你是恶。其实，习近平不是真正信佛，他对外宣传宗教中国化，对内打压基督教、法轮功等政教信徒。时评人吴建民直白地说，他早已投靠中共邪灵，不是佛祖。习近平的身体已濒临极限，传闻胰腺癌晚期。政治上，他孤立无援，无明确接班人，派系斗争暗流汹涌。他寺庙求运，老母哭求，僧侣降魔。这连番天象与征兆，让人不禁联想：2025年是否是习近平的终局之年？习近平是中共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也可能是最孤独的。习近平走过了12年不容挑战的执政之路，但如今风向似乎正在悄悄转变。政治内斗、经济危机、外交挫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问习近平会怎么下台，他的结局会怎样？
台湾大学教授明居正分析了习下台的4种模式，从毛氏终老到赵紫阳式清算，从垂帘听政到被软禁失命，习还有多少种出路？或者说他还有选择吗？我们一起来看看。毛泽东1949年后稳坐最高权位，一生发动政治运动，整肃异己，直到1976年去世，依然牢牢掌控政局。这种模式是独裁者梦寐以求的剧本，不用交班，权力不被挑战，王在任上，带着神话离开。习近平显然在模仿毛泽东的路径，终身执政，清洗异己，权力集中，思想控制，甚至翻版毛的个人崇拜。但时代变了，信息不再封锁，民众也不再沉默。毛氏终老对今天的习近平来说是最难达成的理想。邓小平3起3落，却最终赢得太上皇帝位。6次之后清除异己，南巡后继续掌控方向。虽然下台，但仍影响10年局势。江泽民2002年交出总书记，但仍掌军权，实际掌权超过10年，被称垂帘听政。对习近平而言，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退路，虽不再是一把手，但可保命、保权、保影响力。但问题在于，今天的派系斗争激烈，内部信任崩塌，他能放心把政权交出去，谁又敢接呢？华国锋上台初期权力稳定，抓4人帮继承毛遗产，却在几年内被邓小平边缘化，最终被退休。胡耀邦虽然推动改革开放，但因政治立场过于自由，最终被党内强行逼退，去世引发6·4。这种结局虽然失势，但保有自由和体面，算是不想要但可以接受的底线。问题是，习近平愿意接受体面下台吗？还是他连这种体面都不肯放？赵紫阳因反对6·4镇压，被软禁15年，直到去世。4人帮被政变抓捕，江青最终狱中自我了结，刘少奇文革中被害，林彪叛逃途中坠机。这是习近平最惧怕的结局，没权、没自由、没名誉，连命也可能保不住。而现实中已有一些警示信号，秦刚、李尚福、魏凤和这些亲信高官接连失势，内部派系不断反扑，军权已不在握。一旦风向彻底逆转，可能连被软禁都算幸运。当然，还有3种外国模式可以参考。前苏联戈尔巴乔夫式，改革失败，国家解体，声名狼藉，这对中共是最可怕的结局，政权失控，国土分裂。另一个就是新加坡李光耀式，搞制度性过渡，看似理想，但中国社会结构与权力核心并不支持这种演化。再就是中华民国蒋经国式，主动民主化，保住政党，赢10年大选。这本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时最有机会的路，但如今已血债累累，转向机会渺茫。结论是，习近平若继续回避改革，不放弃独裁，不仅权力会崩，政权也会随之而去。习近平政权正面临内外交困，经济崩塌，外交失败，民心尽失，内部积怨已久。也许2025年不是他想下台，而是他将被迫下台。那么您认为习近平最可能以哪种方式离开权力中心？他还有机会主动转身吗？还是只能走向清算？历史会给他留下体面，还是留下教训？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